這才是皮蛋和腐竹好吃的做法，出鍋鮮香入味，老人小孩都愛吃。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接下來一起來了解一下具體是怎樣制作的吧。首先準備適量的乾腐竹，剪成5公分左右的小長段。腐竹是一種非常營養的豆製品，富含優質的植物蛋白和多種礦物質，口感劲道還解膩。但是浸泡腐竹特別有講究，泡不好要麼有硬心咬不動，要麼泡爛不成形。往腐竹裡面加入小半勺的食鹽，食鹽能夠加速腐竹的泡花。再倒入温水來泡，温水泡花速度快，着急做飯就用它。如果時間充裕，用凉水浸泡效果更好，腐竹软硬均勻，還不容易碎。很多人包皮蛋總是容易包得坑坑洼洼，裡面的蛋黃還容易散掉。教大家一個小技巧，把皮蛋放在開水裡煮幾分鐘，煮過的皮蛋外殼好包，內部緊實不易散，後續切配炒制都特別方便。煮好撈出來放涼，輕鬆地剝掉外殼。剝好的皮蛋簡單的給下刀，首先對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6等份，我們盡可能的切均勻一些。接下来簡單的準備一些配料，準備一些大蒜切成小丁，大蒜可以增加皮蛋和腐竹的蒜香味。一小塊去皮的老薑同樣也切成小丁。全部切好和蒜子放在一起備用。喜歡吃辣一點的，準備幾個洗淨的小米椒切成小圈。一小把清洗乾淨的香蔥，首先把蔥白切成稍微短一點的蔥花和小米椒放在一起。這時候腐竹也完全泡好了，摸起來軟硬適中，就剛剛好。用清水簡單沖洗一下，然後用力擰乾水分，水分控乾，等下炒制的時候不會出水。用溫水浸泡過後的腐竹還能去除裡面的豆腥味。在炒制之前也可以省略焯水的過程。把控干水分的腐竹放在大一點的盤中備用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起鍋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油熱之後把切好的皮蛋倒在鍋裡，開小火把皮蛋表面煎至微微焦黃，這樣能充分的溢出皮蛋的香味，也能使皮蛋很好的定型。炒制的過程中不容易散掉。皮蛋是用鴨蛋醃制而成，保留了大部分的營養，富含優質的蛋白質、多種礦物質以及鈣、鐵等微量元素，口感鮮香獨特，容易被人體吸收。不管是熱炒還是涼拌，都深受大家的喜歡。做這道菜，我喜歡加一小塊五花肉。鍋裡底油，下入切好的五花肉，小火煸炒出五花肉裡面多餘的油脂。其實肉不肉都無所謂，我們要用五花肉裡面的油脂來炒腐竹和皮蛋，這樣炒出來的腐竹和皮蛋吃着都有肉的鮮香味。我們要不停地翻動，把五花肉炒至表面微微金黃，這個時候也滲透出了很多的油脂。接下來加入切好的蔥姜蒜小米椒，小火煸炒出辅料的鮮香味。加入少量的生抽醬油，小火煸炒，
把五花肉炒出醬香味。接着把控干水分的腐竹直接倒在鍋裡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腐竹表面的水分炒乾，同時炒出香味。這一步也非常關鍵，只有把食材表面的水分炒乾，這樣才方便下一步的入味。接下來把炒好的皮蛋直接倒在鍋裡，快速翻炒均勻，使皮蛋和腐竹完美的融合。做這種家常菜，我喜歡往裡面加入小半碗的溫水，用溫水稍微的煮一下，這樣可以更好的激發出皮蛋和腐竹的鮮香味。再次加入少許的生抽提鮮，少量的蠔油調味，加入小半勺的食鹽，因為生抽、蠔油都有鹽味，食鹽的量不需要太多。大約燜煮1分鐘左右，使調味料充分的化開，使食材充分的入味。在出鍋之前加入準備好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因為腐竹的質地綿軟，不管是炒肉還是炒雞蛋，我們都要燜煮一會兒，這樣才能夠更好的入味。最後加入少許的水淀粉，搞上薄薄的芡汁，使食材的表面都能夠裹上芡汁，吃起來會更加的入味。最後加入切好的蔥段，一道營養又美味的腐竹炒皮蛋就這樣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簡單？稍微的翻炒幾下就可以出鍋裝盤了。腐竹和皮蛋搭配在一起，不僅增加了營養，同時豐富了口感。腐竹吸滿了鮮美的湯汁，吃起來特別的入味。皮蛋軟肉回甘，醬香濃郁不寡淡。加入了少許的五花肉，吃着還有肉的鮮香味。荤素搭配，營養互補，配米飯都能多吃2大碗。主要是做法還非常的簡單，廚房小白都能夠輕鬆的掌握。每天分享不一樣的家常美食供大家參考，希望大家能夠喜歡。人間煙火，簡單美食，好好吃飯，認真生活。我是煙火味廚房阿光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